哈喽，大家好，我是王九，欢迎收看本期小白测评。今天我们又在第一时间为大家带来 OPPO 前一段时间发布的 Find X5 Pro 的天玑版的详细测评。在 Find X5 刚刚发布的时候这个关注度好像大家都在这个天玑9000的身上毕竟是第一个实际量产搭载的。实际数据表现如何？不管你点小白测评，马上开始。外化包装上呢，也是基本上一样的只不过是后面专门给你加入了一个天玑版的一个文字标识，依然是一个陶瓷白色。包装配件方面和骁龙版也是完全一样的，都是80瓦的充电器，正好这几台都是陶瓷白外化 ID 上面，天玑版跟骁龙版呢只有2个地方有小小的改变。第一个就是它取消了哈苏的这个标识这个是没有联名的。然后第二个就是马里亚纳的标识也是没有的也就是天玑版呢它是没有马里亚纳芯片加持的。内部的硬件配置上主要就是2方面的改变，第一个是骁龙8和天玑9000处理器，这是最核心的。第二方面就是没有马里亚纳芯片之后带来的一系列影像上的变化。2套主摄模组给大家打出来你能看到都是双 MX766的主摄，但是天玑的这一套呢是基础的 MX766它是 OS 的光学防抖，没有1G+6P 的这个主镜，然后也没有悬浮防抖。其他方面这2台手机都是一模一样的，哎呦呵。包括拿上的手感、各种开孔的细节、各种做工，全部都一模一样。所以，如果带个壳你是分辨不出来这2台手机哪个是哪个的。天玑9000的第一台落地机型能不能喊出 MTK Yes？ 小白测评数据库马上开始。当时我们首发测试天玑9000的芯片工程机的时候，表现就非常出色加上骁龙8的拉胯，就让人更加期待实际搭载的表现到底怎么样。1是更强，2是更弱，大家可以先弹幕猜测一下首先是当前系统版本下，天玑版娱乐兔的跑分接近100万 ，Geekbench 5单核1298和骁龙8差距不大，但是多核心4218分则是要高了不少，单核363和多核601的能效比表现基本持平骁龙8，但是相比于之前我们测试的芯片工程版是有些退步的并且在多核的跑分能效比上没能打过骁龙8。GPU Thundermark Wildlife 的8787分确实要比骁龙8落后了，但是在 JFX Bench 曼哈顿的能效比上，注意看图，天玑是要优于骁龙8的表现的。简单来说，单论极限性能GPU 天玑9000的表现要弱于骁龙8一些，但是能效比更高更加省电也更凉快一点。当然一切要看实测首先王者荣耀这次我们就直接上到120了天玑9000平均119.3帧，波动 1.5， 还有 3.92 瓦的功耗有意思了帧率略高，功耗还要更少了。和平精英90帧，天玑版的平均帧率 89.3帧，平均波动 1.1表现还是非常稳的，这里优势就要更加明显了。同时天玑版 4.02 瓦的功耗也要稍低于骁龙8，不过零星的不过注意看温度已经稍高于骁龙8一点了，但这点差距是可以接受的。总体表现符合预期，让我们更加期待极限下的表现。首先是重度负载原神，目前版本天玑的功耗来到了 5.5 瓦，要稍高于骁龙8但是在温度表现上和骁龙8差距不大，虽然机身最高温度到了 46.7 摄氏度，但是在15分钟后温度就降到了 43.5 摄氏度，算热但是也没那么热。不过又是零星的不过，天玑版在温度功耗稍高那么一点的情况下，换来了令人稍有惊喜的帧率，不过波动也到了 31.8， 非常明显能看出来 OPPO 的调教对天玑版是更加放心更加放开一些的。骁龙控制性能重影像， MTK 重性能重游戏，是不是可以把风水轮流转打在公屏上？并且天玑版前10分钟一直稳定在60左右之后才开始掉帧。对于天玑9000机型原神的调教策略，我们的建议是直接给限制一下把帧率稳定在50左右，增强游戏的稳定性，不用为了高那几帧换来了更大的波动这样的游戏体验反而会更好一些。同意的小伙伴请扣1。依旧是一张图看一下像素点139万天玑版的 X5 Pro 也没有在画质上缩什么水。当然最后还有大魔王极限负载光明山脉，或许是触及到了瓶颈天玑版平均 47.7 帧，波动 36.9， 这个表现和骁龙8表现一致了，但是在后半段的表现要弱于骁龙8了。当然这里要提一下，光明山脉是没有极限稳帧的更看硬实力，所以天玑或许就是触及了瓶颈，在更高负载时并没有打过骁龙，这和之前的工程机体验也基本是一样的。不过又是零星的不过，天玑低了1瓦多的功耗骁龙8到了 6.6 瓦而且天玑版 X5 Pro 的最高温度
44.9度，骁龙8版已经到了49.5度了。为了进一步榨干天玑9000的极限表现，我们又做了一下 3D Mark Wildlife Extreme Stress 的极限压力测试。天玑版 XO Pro 49.2%的稳定性和2383的峰值性能啊，确实要弱于骁龙8 62.3%的稳定性和2580的峰值性能。从稳定性上来看 ，GPU 峰值性能这个差距啊被放大了，并且在第7轮开始降频之后的表现上也要弱于骁龙8。所以总结一下啊，说了半天上面这些数据你可能也比较乱啊。同样的游戏里面，天玑9000对比骁龙8，在功耗方面有10%到20%左右的优势，而且负载越高，这个优势就越小。但是到了最尖上的极限性能就要弱于骁龙8了。在大众用户日常的使用中，天玑比骁龙要更凉快一些，这是比较直观的体验，然后从而带来了功耗也要低一些。换句话说，就是压力越小，天玑越强；压力越大啊，这个优势就会越来越小。在非偏向于极致游戏的手机上，天玑9000确实会是很好的选择。最后不要着急啊，咱们再来点不一样的啊，对比一下之前最强表现的870，原神之前的黑鲨 4S 表现非常出色，57.3的平均帧率，19.9的波动啊都非常不错。虽然在后半段出现了掉帧，但相比于天玑9000啊，这个功耗高了0.4瓦，这个最高温度相差了0.4度，换算成每瓦帧率的话，天玑还要稍弱一些啊。不过这俩机器也完全不同啊，而且非常重要的是 Find X2 Pro 是 2K 屏幕，整体功耗必然是要高于黑鲨 4S 的，所以基本可以判断，在拥有更好散热条件和更好的游戏优化下，天玑9000会带来更好的表现。受限于我们测试手机的系统版本啊、芯片体质等方面的原因，当前的表现并不能完完全全代表天玑9000后续的表现。OK， 前面的功耗测出来确实更低，那么除了游戏啊，日常使用到底怎么样呢？小白测评续航测试走起。OPPO 这次可以说是很好的控制了变量啊，俩手机除了处理器啊，几乎都一样了。3小时轻度续航测试，天玑版 XO Pro 剩余电量56%，和同为5000毫安时的 GTR Pro 一致。同样的5小时重度续航测试下，剩余电量14%，落地天玑版的综合续航坚持时间也要更长，从目前版本上确实更具优势一些。在测到死的项目上，天玑版总共坚持了5小时40分钟。小白测评20管应用2轮打开时间116秒，没进100秒大关，但也属于中游水平。但是这个不杀后台的表现，打开时间相比于骁龙版提高了30秒啊，还是挺意外的。最后说一下充电啊，同样是80瓦充电啊，前台充满35分钟，完全充满耗时43分钟。数据总结，实际落地天玑9000处理器的手机 XO Pro 啊，和我们当时测试的芯片工程机相比，确实要弱了那么一点啊，就是比骁龙8的优势感觉没有那么大了。软件优化肯定是一方面，我们觉得更多的可能是芯片工程机当时它的体积确实特别大，但总体结论上基本没啥变化。天玑9000综合能效比更具优势，也就是日常体验或者说中轻度的游戏，这个对于大众用户来说是最为实在的。极限性能场景的需求毕竟是少数，加上无论高中低负载的场景下有相对较低的发热，可以跑出差不多甚至更高一点的帧率，也可以让机器相对有更好一点的续航啊，这些都是比较实在的点。前2天我偶然翻到了这个表情包啊，打磨 P10，相信很多基友小伙伴应该还记得，不禁感慨，时隔这么久，终于发哥的顶级旗舰新这次算是正式回归了。这期片子比较大的遗憾就是我们这台机器实在是工程的太工程了啊，系统的影像部分还没有完全 ready， 还有一些问题啊，所以还没办法给大家展示。比如说天玑9000的 SP 我还是比较关心的，不过主摄是 MX766， 相信大家心里应该也都有数了。后续啊 ready 之后，我们会陆续在各个平台跟大家分享。OK， 关于 Find X Pro 其他的一些方面，比如说外挂 ID 质感，然后还有双扬声器方面的一些细节体验，在骁龙那期测评之中，我们已经非常详细的展开了。如果你比较关注这系列的机型，可以去回头翻看一下我们骁龙版的那个2个视频啊，就是完全体了啊。OK， 老规矩，满分10分的话，天玑版的 Find X Pro 啊，你给几分呢？可以走波弹幕，毕竟是时隔这么长时间，发哥的大旗舰处理器第一次落地啊，这时间确实是久了一些啊。前面我自己都比较着急啊，为什么这次没有加上马里亚纳在天玑版上？这个 OPPO 这边的表示也是因为调教的周期、调教的时间确实比较紧张啊，所以就先适配了这个骁龙版。我觉得就是这子弹还得需要再飞一会儿，因为毕竟之前大家调教骁龙处理器系列的机型经验，包括资源各方面确实更加充足，然后时间也会更长一些。但是发哥这边呢，可能大旗舰时隔这么长时间回归，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这也就是为什么感觉处理器上差不多，甚至有些地方更好，但是为什么一些外围的配置上骁龙版的依然还是更好呢？需要一个适应的过程。OK， 这期视频如果觉得对你产生了一点帮助，记得在下方给我们点个赞，特别感谢。更多内容精彩，大家在全网搜索关注小白测评，我是任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拜拜。